今天我们来好好聊聊中秋节，这个几乎每个华人都熟悉的传统节日。一提起它，大家脑子里肯定会冒出几个关键词：圆圆的月亮，甜甜的月饼，和家人围坐在一起的热闹劲儿。但要是细究起来，中秋节到底是怎么来的？除了吃月饼、赏月，还有哪些有意思的习俗？这些习俗背后又藏着什么讲究？今天就把这些事儿从头到尾说清楚，让大家对中秋节有个更全面的了解。首先得说说中秋节的起源，它可不是凭空出现的，而是跟着我们古人对月亮的观察和崇拜慢慢发展来的。早在几千年前的上古时期，人们就特别重视对月亮的祭祀，因为当时的人们觉得月亮能影响农业生产，月亮圆的时候，往往也是农作物成熟的季节，所以会在秋天举行祭月仪式，感谢月亮和天地的庇佑，祈求来年还有好收成。这种祭月的传统，就是中秋节最早的雏形。到了唐朝的时候，中秋节才算真正定型，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节日。那时候的人特别喜欢在中秋这天赏月，不管是皇宫里的贵族，还是普通老百姓，都会在这天晚上走出家门，看看天上的圆月，有的还会写诗、喝酒，抒发自己的心情。我们现在熟知的很多关于月亮的诗句，比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，其实都和古人中秋赏月的习惯有关。后来到了宋朝，中秋节变得更热闹了，除了赏月，还多了吃月饼、赏灯这些习俗，而且月饼也从一开始的祭品，慢慢变成了节日里家家户户都要吃的美食，一直传到现在。接下来重点说说中秋节的习俗，这些习俗就像一串糖葫芦，每个都有自己的味道，凑在一起才是完整的中秋味。第一个必须说的就是赏月。中秋这天的月亮，在大家心里是一年中最圆、最亮的。为什么大家这么看重赏月呢？因为圆在我们的文化里有特别好的寓意，代表着团圆、圆满。所以不管是一家人坐在家里的阳台、院子里，还是去公园、湖边，只要能看到月亮的地方，总能看到不少人抬头望月。有时候天上飘点云彩，把月亮遮得朦朦胧胧的，大家还会盼着云彩赶紧散开，就为了看一眼那轮完整的圆月。现在还有人会在赏月的时候拍照片，发朋友圈，把自己看到的月亮分享给朋友，就算不能和家人在一起，看到同一片天空下的圆月，也会觉得心里暖暖的。然后就是大家最期待的吃月饼了。现在的月饼种类多得能让人挑花眼，但不管怎么变，它的核心意义一直没变，还是代表着团圆。最早的月饼其实是用来祭月的，后来慢慢变成了节日食品，而且因为月饼是圆形的，正好和中秋的圆月对应，所以一家人分吃一个月饼，就有了全家团圆的意思。现在市面上的月饼按口味能分成好几大类，比如传统的甜口月饼，像豆沙馅、莲蓉馅、五仁馅，这些都是老一辈人特别喜欢的。尤其是五仁馅，里面有花生、瓜子、核桃、杏仁，还有青红丝，咬一口满是坚果的香味。虽然现在有些年轻人觉得五仁馅不够新潮，但在很多家庭的中秋餐桌上，它依然是常驻嘉宾。还有咸口的月饼，比如鲜肉月饼，外皮酥的掉渣，里面的肉馅汁水特别足，刚出炉的时候咬一口，烫得直咧嘴也舍不得放。这种月饼在很多地方都特别受欢迎，每到中秋前后，卖鲜肉月饼的店门口总能排起长队。除了这些传统口味，这些年还出现了很多网红月饼，比如流心奶黄月饼，切开的时候能看到金黄的奶黄流出来，甜而不腻。还有冰皮月饼，外皮软软的，凉凉的，像吃甜品一样，特别受年轻人和小朋友喜欢。甚至还有小龙虾馅、肉松海苔馅的月饼，把平时吃的口味和月饼结合在一起。虽然听起来有点特别，但尝试过的人都说出乎意料的好吃。不过不管是哪种月饼，大家吃的不只是味道，更是节日的仪式感。只要咬一口月饼，就知道中秋到了。除了赏月、吃月饼，很多地方还有祭月的习俗，尤其是在一些传统氛围比较浓的家庭里，会专门准备一张桌子，摆上月饼、水果、糕点，有的还会放上香炉，点上香。祭月的时候，一家人会对着月亮鞠躬，心里默默许愿，比如希望家人平安、身体健康。虽然仪式看起来简单，但藏着大家对生活的美好期待。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习俗是放孔明灯，在一些靠近河边、湖边的地方，每到中秋晚上，就能看到好多孔明灯慢慢飘向天空。孔明灯的灯罩是纸做的，
下面有个架子，放上蜡烛点燃后，热空气会把灯托起来，越飞越高，直到变成天上的一个小亮点。大家会在放孔明灯之前，在灯上写下自己的愿望，看着灯飞走，就像把愿望带给了月亮，特别有浪漫感。不过现在很多地方因为安全原因，不允许随便放孔明灯了，所以大家要是想体验，一定要找允许放的地方，而且要注意防火，别让好好的节日留下安全隐患。另外，有些地方还会在中秋这天赏灯，虽然不如元宵节的灯展那么盛大，但也有自己的特色。比如会挂起各种各样的灯笼，有兔子形状的、月亮形状的，还有印着嫦娥、玉兔图案的。晚上点亮后，五颜六色的灯光和天上的圆月呼应，特别好看。小朋友们还会提着小灯笼在街上走，你追我赶，到处都是笑声，特别有节日的热闹劲儿。说完了习俗，再说说中秋节的意义。为什么这个节日能流传这么久，而且一直被大家重视？其实最核心的原因就是它代表着团圆。我们华人不管平时多忙，不管在哪个城市打拼，一到中秋节，心里就会冒出回家的念头。有的人会提前买好车票，哪怕路上要花10几个小时，也要赶在中秋晚上和家人坐在一起吃顿饭。有的人因为工作原因不能回家，也会给家里打个电话，和家人一起云赏月，聊聊最近的生活。这种对团圆的渴望是刻在我们文化里的，而中秋节正好给了大家一个团聚的理由，一个表达牵挂的机会。而且中秋节还藏着我们对美好的追求，圆圆的月亮，甜甜的月饼，热闹的习俗，每一样都代表着大家对生活的期待，期待家人平安，期待日子圆满，期待所有的努力都能有好结果。就像大家常说的，月有阴晴圆缺，人有悲欢离合，但在中秋这天，大家都希望能和最亲近的人在一起，享受这份圆满。就算有遗憾，也会因为这一天的温暖，更有勇气面对接下来的生活。现在虽然时代在变，中秋节的过法也多了很多新花样，比如有的人会和家人一起去旅行，在外地过一个不一样的中秋；有的人会参加社区组织的中秋活动，和邻居一起做月饼、猜灯谜；还有的人会通过线上平台给远方的朋友寄一盒月饼，传递自己的心意。但不管形势怎么变，中秋节的核心，对团圆的重视，对美好的追求，从来都没变过。其实说到底，中秋节不只是一个节日，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，一种文化的传承。它让我们记住，不管走多远，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。不管过得怎么样，都要对生活抱有期待。所以每到中秋这天，不管你是和家人在一起，还是一个人，都可以抬头看看天上的圆月，吃一块月饼，想想心里最牵挂的人，感受这份属于中秋节的温暖。希望通过今天的介绍，大家能对中秋节有更多的了解，也能在这个节日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和温暖。最后也祝大家每一个中秋节都能和爱的人在一起，日子像中秋的月亮一样圆圆满满，甜甜蜜蜜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除了点赞、关注和分享，也可以请我喝杯咖啡哦。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